NPD 啊，大家就想听很久了啊，市面上也说烂了。那好吧，牧羊今天给你说点你没有听过的。我们先从一个故事开始。1862年的平安夜啊，英国伦敦的皇家理工学院剧院当中发生了一件恐怖事件。科学家约翰·亨利·佩珀在舞台上展示了一出戏剧。演着演着呀，台下的观众看到，一个散发着微光的幽灵凭空出现在了舞台上。这个幽灵会说话，能挥舞长剑，甚至还能穿透舞台上的实木家具。文献记载，台下许多观众吓得当场尖叫，甚至有人昏过去了，以为这个佩珀真的召唤出了什么亡魂。真相呢，在解密档案当中实际上很简单，这被称为叫佩珀尔幻象。舞台上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而在舞台的下方呢，有一个隐藏的暗壕，暗壕当中站着一个演员，被一盏高亮度的聚光灯照着，而在主舞台上面呢，倾斜45度角放置了一块巨大的玻璃。这个台下观众看到的不过是一块玻璃反射出来的光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游荡了这样一群心理学意义上的佩珀尔幻象。在医学诊断表上，他们被称为 NPD， 也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你可能在他们身上体验过完美的灵魂契合，觉得对方好懂我呀。紧接着又经历了冷血的伤害、打压和无视，被折磨得非常的痛苦。到最后，你追问，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呀？真相是，那个完美的伴侣和残暴的施虐者是不存在的。他们只是一块倾斜角度的玻璃，利用高智商和生物本能，反射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欲望、匮乏和恐惧。你看向他，看到的其实是你自己。NPD 之所以厉害，不是在后半程的暴力，而是在刚刚开始的那段美好时光。太梦幻了，它好像有读心术吧？你就随口说说，我看过某本书，马上第二天就出现在你桌上。你说我原生家庭有一些创伤，他听完会红着眼眶啊，紧紧抱住你。这个中国古人讲事出反常必有妖，在那种氛围下，我们说这是宿命的相遇，觉得自己终于等到了那个对的人。而在西方心理学当中，这叫爱意轰炸。那背后的天机是什么呢？我们不妨看看大自然是如何解释这种完美契合的。在自然界有一种鸟叫大杜鹃。这种鸟呢，从来不自己筑巢，到了繁殖季节，雌性大杜鹃会盯上一种体型比自己小得多的鸟呢，叫尾鹰。趁着尾鹰外出觅食的时候，大杜鹃会飞进尾鹰的巢穴，产下一枚颜色和花纹和尾鹰蛋相似的鸟蛋。几天后，这枚外来的蛋孵化了。这只眼睛都还没有睁开的杜鹃幼鸟，第一本能就是用光秃秃的背部把巢穴当中尾鹰的亲生鸟蛋一个接一个的顶住巢穴，摔得粉碎。更恐怖的生存策略还在后面。杜鹃幼鸟的体型长得非常快，需要的食量大得惊人，一对尾鹰父母的体力根本喂不饱它。那么为了逼迫养父母拼命地寻找食物，杜鹃幼鸟在漫长的进化当中掌握了一项技能，它可以精准模拟出一整窝尾鹰幼鸟的祈求的声音。那么尾鹰父母听到这种凄厉密集的叫声大脑会被欺骗，他们会不眠不休地四处抓虫子，哪怕累到吐血也要把食物塞进这个已经比自己大出好几倍的怪物嘴里，直到被榨干。当我们回头看看 NPD 在关系初期的表现，看上去是什么宿命缘分，实际上那是高级捕食者的巢寄生的本能他们带着完美的伪装进入到你的生活，而第一步就像是那只幼鸟一样，挤走你原本的社交支持系统。他们会用各种各样关心你的理由，挑拨你和你闺蜜的关系，贬低你的家人，让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最懂我。好，等到你身边的防御系统被清空，他就开始精准模拟你内心当中最匮乏的那个声音。你缺父爱，他就是如山般沉稳的指路人；你缺关注，他就是24小时随叫随到的仆人。他们发出的启示信号非常完美，完美到我们无法分辨。于是我们就像那对尾鹰父母一样，源源不断地倾注自己的时间、金钱和感情去填补对方。进化心理学大师大卫·巴斯在研究人类的行为史后探讨过一组叫做暗黑三角的特质：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精神病态。按理说呢，一个人又自私又冷酷无情，
那在进化当中早就被淘汰了，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和你合作嘛。但是大卫·巴斯的档案记录发现这群人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活得很好呀。因为在远古时期，当部落面临严重的资源匮乏的时候，一般性的合作没有办法活下去。那有一小群人呢，就会进化出一种短期掠夺策略，就放弃长远关系，把所有的能量都点在伪装和寄生2个技能上。我装成是你最真诚的同伴，骗取部落首领的信任，卷走过冬的粮食，最后留下一地鸡毛，然后去下一个部落继续同样的表演。他们是人类社会生态链当中的食肉动物啊。所以当我们在面对那个翻脸无情的 NPD 的时候，我们的痛苦来源于委屈，我们就觉得人怎么可以这样没有良心呢？但如果我们脱离道德的滤镜，你就清晰了。那个对你进行爱意轰炸的人，他不需要懂什么是爱对他们来说，那不就像猎豹捕猎的时候，我先放慢脚步，我变色龙随环境改变体色，这是一种和情感无关的技能他们和你同频只是为了攻破你的防御系统，一旦你交出了底牌，对他们来说狩猎结束了，剩下了不就开始掠夺了吗？大杜鹃鸟在挤碎别的鸟蛋的时候，它不会有负罪感，这是大自然当中古老又无情的生存规律。当你不再试图在一个爬行动物身上找一个哺乳动物的情感共鸣，你的恐惧就会消散一大半。其次，这个 NPD 最让你痛苦的不是分手的那一刻，而是意难平那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曾经把我们捧在手上的人，怎么就能在过几个月之后变得这么冷血残酷，我们都崩溃大哭了，他还能够面无表情的玩游戏。我们在深夜里反思，就想找原因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我一定是我做的不够好才把他逼成了这个样子呀。我们试图通过哭泣、讲道理、掏心掏肺的沟通，想去唤醒对方的良知。那今天我们把道德滤镜摘掉，去脑神经科学的实验室，当你真正看清他们大脑内部的核磁共振图，你的委屈和不甘都会释然的。2013年，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的脑神经科学家们进行了一项研究。这个研究人员舒尔茨和他的团队就找来了一批被确诊为自恋型人格障碍就 NPD 的患者，对他们的大脑结构进行核磁共振扫描。原来在这些患者的大脑当中，一个叫做左前脑岛的区域，它的灰质体积呢，明显的要小于正常人。这个左前脑岛呢，是产生同理心和慈悲的脑结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看到别人受苦，我们感同身受，想去安慰安慰，那就是他在发挥作用。那这群被我们称为 NPD 的人呢，在他们的脑子当中，先天或者后天的这个部分萎缩了。你去控诉说你怎么这么狠心？你难道一点都感觉不到我的痛苦吗？核磁共振给的报告答案就是是的他们真的就感觉不到。你听到这里，你可能还是会疑惑，你说他真的没有同理心，那为什么关系刚开始的时候，他怎么那么好能够猜透我的心思呢？这就触及到了 NPD 大脑结构的第二个真相。在人类的大脑当中，同理心有2种，一种叫情感共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左前脑岛负责的，我能感受到你的悲伤，而另外一种叫认知共情。认知共情的部分呢，主要集中在大脑的右颞顶交界区，它的作用是用来推测和计算他人的意图。NPD 的大脑当中，这2套系统是断裂的，他们的情感共情萎缩，但他们的认知共情的硬件不仅完好，甚至比我们普通人更发达，更敏锐。他们的大脑就像一个精密的计算器，虽然共情不了你的情绪，但是它擅长察言观色，能通过你说话的语气、动作，你无意中透露的过往，迅速计算出你内心最渴望什么，最恐惧什么。他知道怎么做能让你爱上他，也知道说什么话能瞬间打开你的心房。他们从来没有在感受你的痛苦，而自始至终是在计算你的痛苦。神经科学界泰斗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提出一个著名的理论，就是躯体标记假说。就我们普通人看到别人不小心这样切到手指了，我们的手指也感觉好像会痛一下，这就叫躯体标记。那别人的痛苦我们感受得到。达马西奥的研究就发现，那种具备暗黑人格特质的人，面对他人痛苦，这种躯体标记是缺失的。
所以当你发现自己被背叛、被欺骗，你痛苦的不得了，他唯一的感受只是觉得你好吵啊，你打扰了我玩游戏的兴致。而我们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当中，虽然没有核磁共振，但古人的大智慧早就看透了这个现象。在中医的古籍《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叫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这个神明呢，就是说人和万物共情连接的那种生机与灵性。古人就认为，如果一个人心神失养或者痰迷心窍，就阻断了这种连接啊，这个人就会变得如木石之无知。在古人的世界观当中，这样的人虽然会说会走，会争权夺利，哪怕在世俗当中很成功，但他们的身上已经没有了人味啊。他们被称为叫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内在的精神，只剩下一具依靠吸食能量来维持运转的躯壳。那么很多受害者在关系当中苦苦挣扎放下尊严去迎合，本质上是拒绝承认这个真相。就我们总幻想着我只要多付出一点，我付出的爱足够多，冰冷的石头也会被捂热吧。但了解了这个真相，就不需要再纠结他到底有没有爱我，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所有的意难平在核磁共振的图像前烟消云散。但是有的受害者看到这里呢，还是会很疑惑，既然他缺少共情能力啊，那他为什么不能就老老实实安安静静的待着呢？那老是在索取，又是挑剔，又是在制造冲突呢？在精神分析的卷宗当中给出了解答。1983年，法国精神分析学界的泰斗安德烈·格林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死寂母亲情节 （Dead Mother Complex）。请注意这里的死寂指的不是说母亲肉体的死亡。在 NPD 生命的最初3年他们通常会遭遇一种非常痛苦的抚养环境。本该给他们提供情感滋养的抚养者通常是母亲，在情感上是死的。这位母亲可能正在经历抑郁，或者不幸的婚姻，或者本身呢就是一个冷漠自恋的人。那么母亲人也会在生活上呢照顾孩子，但是她的脸非常冷漠，没有情感回应。你说这好像也没有什么，就是给吃给喝呀。那为了让你直观的去理解这种恐怖，我们来看一个心理学史上著名的实验。1978年，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安德华·特罗尼克博士呢，他做了一个叫静止脸的经典实验 Still Face。在这个实验当中呢，母亲先是和怀里面的婴儿正常互动有说有笑，你看婴儿非常开心手舞足蹈。And she gives a greeting to the baby gives a greeting back to her. This baby starts pointing at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world, and the mother's trying to engage her and play with her. And we 紧接着，研究人员让母亲转过头去，再转回来的时候，脸上瞬间凝固，没有任何表情，而且不给婴儿任何的表情回应。这个录像带呢，就记录下了小 baby 们让人心疼的反应。一开始，婴儿试图想用微笑去讨好母亲母亲没有反应。紧接着呢，婴儿开始指着旁边的事物呢，试图引起母亲的注意，母亲依然盯着他呢，没有表情。短短2分钟之内，婴儿的动作会越来越焦躁，开始崩溃，最后婴儿绝望地转过身去，发出凄厉的尖叫和痛哭，整个身体呢蜷成一团。I'm here. And what are you doing? Oh, yes. Oh. 托洛尼克博士在报告当中写道，面对一个毫无回应的抚养者，婴儿经历的是一种濒死体验。安德烈·格林就告诉我们 ，NPD 的童年实际上是一场持续的静止脸的实验。那个幼小的孩子为了活下去，他渴望唤醒妈妈的情感，他在潜意识当中就要做一个很悲壮的决定，他把那个渴望被爱、脆弱的真实的我给埋葬了，就是让他真正的内心死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他长出来的一个夸大的、擅长表演的虚假躯壳。他开始在人生的戏台演戏，甚至自残，只为了能够从那张死寂的脸上逼出哪怕一点点的反应。他觉得哪怕是惹你来愤怒的打骂，都比没有存在感要好啊。这就是 NPD 的核心病理。
你以为他走进你的生活是谈情说爱，根本不是。他是在茫茫人海当中寻找一个新的观众，去替换当年那个没有反应的死寂母亲。在临床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自恋供给。对普通人来说爱是相互流动的甘泉，而对 NPD 来说，你的崇拜顺从，哪怕你的崩溃哭泣和愤怒，全都是喂养他那个虚假躯壳的活气啊！你明白了这一层，就能理解亲密关系当中那种非常迷惑的现象。你看，很多受害人分手之后痛哭流涕，说他昨天就拿着百合花说，你是我生命当中的唯一为什么今天就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跟我吵架，搞得跟仇人一样？因为在他们大脑当中缺乏一种人类社会重要的心理功能，叫客体恒常性。我们正常人的心理结构是连续的，我们也知道人是很复杂的，你看有优点有缺点。伴侣今天忘记买酱油惹我生气了，但是我记得他上一次猫大雨背着我去医院。你看，对方的形象是丰富立体的，但是在 NPD 的世界当中，人没有连续的历史。别人在他们眼睛当中是一面面用来照出他们完美的镜子。就当镜子显示出我很厉害，顺从我的时候，你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一旦镜子照出说我无能，你这个镜子就变成了鱼死网破的魔王。他们的大脑会启动防御机制，就是非黑即白的切割，就马上要把你贬低成十恶不赦的废物，才能维持自己毫无瑕疵的幻觉。对 NPD 来说，没有办法整合出一个有缺点但仍然值得被爱的普通人。而在佛教的宇宙观中对这种精神状态有着非常传神的描绘。在佛教的六道轮回当中，有一道呢被称为叫阿修罗道。在佛教的记载当中，阿修罗道呢很特殊，他们拥有和天人一样的福报。你去看 NPD， 他们往往长相出众，智商又高，在名利场中混得很不错，但是他拥有天人的福报，却毫无天人的德性。阿修罗最大的特征就是骨子里永不休止的嫉妒与好斗。在正法念处经当中说阿修罗看到天上的帝释天过得平静安详，内心的这个嫉妒之火就会熊熊燃烧。他没有办法忍受别人比自己更幸福从容，于是会没有来由的发动战争，把天界搅得天翻地覆。这正好映射了 NPD 在亲密关系当中的隐性攻击。我举个例子，如果你和一个 NPD 去海边度假，这个碧海蓝天白沙椰林神清气爽，你看着夕阳，由衷的感慨今天真美好，我感觉好幸福。完了，就这一句 NPD 就要炸了。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他一定要找一个荒谬的借口，什么你拿杯子的姿势不对，你关车门声音太大，不重要，反正就莫名其妙的要跟你吵架，最后你委屈的在海边崩溃大哭，这个假期彻底毁了。他站在一旁看着你痛苦的样子，长长的舒一口气，甚至嘴角会露出一丝隐秘的微笑。为什么？因为你的美好照亮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不幸那个死寂的母亲，被埋葬的残缺的童年，让他们无法体验到真正的安宁。就像腹内烈火燃烧的阿修罗，看到你还在享受清凉的泉水，那就本能的要把你的水杯砸碎拉着你一起陷入泥潭。只有看到你因为他而情绪失控，变得疯狂和痛苦，他才能确认我对这个世界仍然有掌控感。很多善良的人总以为用自己的毫无保留的爱可以焐热他那颗冰冷的心这就像你把自己温热的血一滴一滴的去倒进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深渊古井而那个井底只有一堆早已干枯的机器在利用你的眼泪进行着运转。聊到这里，局外人一定会有个困惑，那既然这么糟糕，那你这个当事人为什么不赶紧跑，就赶紧跟他断了呗？这往往是受害者内心非常深的一种伤痛。很多身处其中的人，深夜当中真的是扇自己耳光痛恨自己怎么这么软弱。我明明都卑微到尘埃当中，但是对方呢，一旦回过头来给一个笑脸，还是割舍不了。周围的人都觉得你没救了，你自己也觉得自己是烂泥扶不上墙吧。那今天我们要把这种羞耻感从受害者的身上脱下来。你离不开那个人，不是你懦弱优柔寡断，它实际上是一种生理反应。我们来看一个内分泌学当中的常识
就是当我们人类面临恐惧、威胁或者要被抛弃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大量分泌一种压力荷尔蒙，就是皮质醇，它会让我们觉得焦虑、心慌，甚至胃也会不舒服。那么 NPD 在对你进行打压的时候呢，你感到的不适就是这种机制作用。但是他们非常擅长是打一巴掌给一颗糖，就在你快要绝望的时候，他忽然换一个表情啊，给你打一个深情的电话，给你精心做一顿晚餐。我还见过有的人会跪着痛哭流涕忏悔。好了，这个时候你的大脑为了缓解压力，就像开闸泄洪一样，喷涌出超大剂量的多巴胺和催产素。这两种物质交汇在一起呢，在你的神经突触会合成一种叫做内源性阿片肽的化学物质。那这就是人体自身合成的吗啡啊！就先用冷暴力制造绝望，又让你感受到回心转意的狂喜，你的大脑就被这种高浓度的内源性的阿片肽就洗了一遍。这时间久了，你的身体就对这种极端的波动成瘾了。看起来是决心不够离不开那个人，实际上是你的肉身离不开内源性阿片肽。你一旦尝试分手，就会感到戒断反应。有哪些？整夜失眠、发冷、浑身颤抖，觉得马上都要死掉了，都是错觉，是你的身体在逼着你回去啊，再吸一口吧，再就一口，让你回去找那个提供解药的人。所以不要再用道德去评判一个身处虐待关系的人呐，他们要面对的实际上是一个被劫持了大脑的身体。就这还不止，就很多受害者在跟 NPD 当中相处的时候，似乎降了智，就对方明显是谎言，他视而不见，明明都实锤了，但是对方只要随便编一个很拙劣的借口，受害者会立刻选择相信，甚至帮着对方去圆谎。那这种看似不可理喻的愚蠢，在1994年被美国创伤心理学家珍妮佛·弗雷德博士彻底揭开了秘密。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背叛盲。弗雷德博士就发现，当伤害我们的人恰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依恋对象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启动一种防御机制，就关掉对伤害的视觉和认知。这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追溯到人类远古的婴儿时期了。如果一个没有自理能力的婴儿发现抚养自己的人是一个随时会伤害自己的怪物，那这个婴儿会因为恐惧而崩溃的。那为了活下去，婴儿的大脑不得不选择把那种恐怖的伤害的画面都压制到潜意识，就表面上继续保持对抚养者的信任和依恋，这样婴儿才能在这个怪物身边继续讨一口饭吃，活到成年。那背叛盲怎么会是傻呢？不过是因为他遇到了生存威胁，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切断对危险的感知，他在用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保护自己啊。可是 NPD 的猎杀并没有到此为止，它不仅利用你的生理成瘾和防御机制，而且还要拿走你生而为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感知力。临床心理学家罗宾斯特恩博士用煤气灯操纵来阐述这种行为，但实际上我们有更加容易理解的例子。早在2000多年前的《史记》当中，司马迁就记录下了一幕超级厉害的煤气灯操纵，这个就是赵高的指鹿为马。秦二世的时候这个丞相赵高牵着一只鹿来到朝堂上，指着这个鹿就对皇帝说陛下，这是一匹马。皇帝笑了说丞相搞错了吧，这明明是一只鹿嘛。赵高不笑，就环顾四周的大臣问这到底是鹿还是马呀？你们说说看。这些畏惧赵高权势的大臣纷纷低下头，是一匹马，是一匹马。我们以前读历史总觉得这是一个全城跋扈的故事，但如果你站在心理学的视角，你会发现它是一种认知打击赵高不知道那是鹿吗？他当然知道，之所以指鹿为马，就是要剥夺别人的内心主权呀。当满朝文武甚至皇帝本人都被迫对着鹿说这就是马，你就要交出自己的感知力。从那一刻起，你的眼睛就不是你的眼睛，你的常识也不是你的常识，赵高说什么，这就是 NPD 每天在家里对你做的事情。你明明记得他昨天晚上的恶毒咒骂，但你要质问他，他会面不改色的说没有我从来没讲过这个话，你最近压力太大了，你不要胡思乱想你记错了。你要是反驳的话，他会加倍的冷嘲热讽。1天2天1年2年，就在一个封闭的关系当中，当你一次次要被迫承认是我多想了，是我记错了，是我敏感了，
你内心分辨真假的标尺就崩塌了。他们系统性的瓦解了你的尝试，让你陷入自我怀疑，最后你就像一个没有方向感的盲人，只能靠着他的施舍来感知世界。看清了这套系统，你真的不需要为自己的痛苦而感到羞耻，能够在这场围猎当中存活下来，甚至还可以在寻找真相、寻找自救，就已经是非常顽强的生命力了。那有的观众会问，哦，原来如此，那如果我身边有这样的人，我该怎么去应对呢？我要撕开他的伪装，我逼他自己承认他没有良心，怎么样？千万不要这么做。当你试图和一个黑洞讲道理的时候，你就已经被他重新吸进去了。那怎么办？那今天我不想分享那些常规的战术，什么教你假装无聊不去理他，因为你只要还在忍，你就还在这个局中。我要给你2个降维打击的法门，一个是在认知上的拆解，一个是在灵魂上的剥离。我们先说说拆解。在临床的接纳承诺疗法当中，有一项核心技术，我们不用学术名词啊，你可以理解它是一个叫坏掉的收音机。你想象一下，你在房间当中有一个这个旧收音机啊，出现了故障，开始滋滋作响，很刺耳。这个时候你会对着收音机生气吗？你不会吧？你只会觉得这个机器坏掉了嘛。那下次当那个 NPD 再次对你进行贬低、威胁、道德绑架的时候，不需要听他话你的意思，也不需要反驳或者自证，你只需要在脑海当中把他的声音和他语言的意义切断，你就好像看着他的嘴巴在一张一合一张一合，就像那个坏掉的收音机。当我们不再赋予他语言任何意义的时候，他的话就失去了杀伤力，它不过是一台漏电的破收音机嘛。这个是战术的剥离。但是要完成最终的疗愈，我们需要翻开东方的古老档案，去寻找一种战略上的大智慧。在佛教的早期经典《佛本行集经》当中就记录了佛陀在菩提树下即将成道的前一夜。魔王波旬为了阻止佛陀，派出了3支厉害的队伍。第一支是面目狰狞的恶鬼，制造恐惧；第2支是身姿曼妙的魔女，制造诱惑；第3支是狂风暴雨和漫天兵器，试图摧毁他的现实环境。你看，完美诱惑、恐怖打压、摧毁环境，这个和 NPD 对你使用的手段是不是如出一辙？那面对魔王波旬这铺天盖地的幻象，佛陀怎么应对？你说我拔剑战斗吗？不行，因为你一拔剑就代表你在乎。你说我远离逃跑吗？也不行，你一逃跑就代表你恐惧。佛陀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伸出右手，指尖轻轻地触碰了一下身下的土地，这在佛教的造像当中被称为叫触地印。那佛陀看着魔王波旬，只说了一句话：我看清你了，波旬。就在他认出那个幻象的瞬间，魔王的千军万马、狂风暴雨瞬间化作了漫天飞舞的花瓣，消散在了虚无之中。这就是面对 NPD 最高的智慧。你只需要在自己的内心当中结一个触地印，你看着他的表演，歇斯底里也好，道貌岸然也好，然后你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看清你的底细了。我知道你缺失了感受爱的能力，我知道你的内核当中藏着一个死寂的母亲，我知道我们看起来很契合，不过是一只大杜鹃鸟的捕食拟态而已。你只是宇宙放在我面前的业力之镜，你照出了我潜意识当中的匮乏，我对不配得感的恐惧，以及我妄图拯救别人的执念。那现在我既然看透这场游戏的底细了，就在你看透的那个瞬间，你曾经赋予他所有人的属性就被剥夺了，你心里面那些意难平的委屈、不甘和恐惧，那就像魔王的军队一样，瞬间瓦解。他不配让你原谅，他也不配让你憎恨，他只是一段带着缺陷的机器，从你的生命当中路过。把你的目光从那镜子上移开吧，看看自己的手，感受你自己的呼吸，那个被吸走的元神，此刻已经归位。如果你曾经因为 NPD 遍体鳞伤，但此刻你突然感受到了一种看破幻象的平静与清醒，我邀请你在评论区打出看破这2个字。这是一场你和自己的仪式，它是为了告诉你潜意识当中那个一直在发抖的小孩，
魔术表演结束了，我们该回家了。这里是牧羊奇谈，用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我们下期再见。